前面大帅跟大家分享了布林通道的进阶课程和多周期判断，以及双重布林通道逻辑。有很多朋友希望大帅可以更详细的讲一讲，并且把双重布林通道写成指标，最好可以自动提示买卖点位并预警，这样就不用动脑了。说实话，你们要的有点多，不过谁让大帅宠粉呢？今天就带来双重布林通道指标和详细的进阶教学吧。双重布林通道的核心是多周期共振，虽然单一布林通道也可以透过日周月来多周期判断，但是相比策略较为繁琐，且需要理解不同周期的量价时空，对于新手很不友善。而双重布林通道策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而且可以自动预警，且该策略在加密货币和股票都是十分好用。这次就不公开了，订阅大帅的频道以及在下方留言你的 TradingView 名称，大帅会把双重布林通道指标发给你。当然也欢迎使用大帅的其他 TradingView 指标和学习大帅的交易影片。本期影片的目录如下，在使用指标前请详细的看完此影片，这会大大提高你的策略胜率，并学会如何有效的使用它来填充你的口袋。先说说如何设定预警，我已经把买卖讯号融入双重布林通道策略中，可以辅助你轻松的判断买卖位置。接下来就是有机会自动预警了。我们打开 TradingView 的预警系统，选择好预警的品种，预设为正在查看的品种以及周期，例如在这里为比特币1小时周期。在下方条件选择大帅双重布林通道策略，条件根据你想开多单还是空单选择买入预警或卖出预警。触发条件建议仅一次，然后设定到期时间和自定名称讯息。接下来开启警报区，当下方显示触发即为启动成功。当符合讯号后，它会发出讯息和声音提示，同时状态转换为停止。你可以删除或重新启动它，也可以同时设定不同周期的预警，以掌握不同等级的买卖机会。搞懂了预警说买卖的逻辑和如何更有效的使用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双重布林通道策略指标上，下方会发出绿色的买进讯号，上方会发出红色的卖出讯号。买进讯号的逻辑是收盘价上穿小周期的下轨，同时最低价小于大周期的下轨。后面我会讲具体参数，这里先说逻辑。这样设定的买入和卖出讯号虽然讯号不会很多，但却过滤掉了无效难做的震荡区间。首先，收盘价上穿小周期下轨代表小周期的稳定，通常是下轨开始走平止跌稳定的第一步，但是在震荡区间，这样的讯号非常之多，所以我补充了条件，同时要求最低价小于大周期的下轨。要知道，最低价打到大周期下轨之下是比较难的，至少是大周期的超跌状态，同时又是小周期稳定，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大周期超跌加小周期刚开始反弹。透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出接下来只有3种结果：一、大周期反弹，小周期一起反弹；二、大周期震荡，小周期反弹；三、大周期下跌，小周期震荡。这3种情况里，2种都有获利的机会和空间，所以是极佳的机会。停损设定在当天的最低点即可。卖出讯号的逻辑是收盘价下穿小周期上轨，同时最高价大于大周期上轨，逻辑一样，这么做也是为了过滤震荡区间，同时找到较适当的开空位置。此时是大周期超涨，同时小周期刚开始下跌。同样是3种结果：一、大周期下跌，小周期一起下跌；二、大周期震荡，小周期下跌；三、大周期上涨，小周期震荡。也是3种情况中有2种获利机会，停损设定在当天最高点即可。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示一下，在很多品种，空单一定要选择明确的下跌趋势，即大周期布林通道中轨往下或走平的情况来操作。因为像美股、加密货币等部分品种大多数时间都是上涨行情，如何完全不考虑大周期只跟随讯号，可能会卖上涨中断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大周期中轨，只有缩口或走平甚至往下才是好的机会。讲完了买卖讯号，接下来说说强度判断，从而辅助你更好的把握行情。强度的话一定是先小后大，只有小周期的强度够了，才能带动大周期的反转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小周期的强度。小周期使用的布林通道是快速布林通道，
这里用蓝线表示，以反弹强度为例，必然有以下步骤：一、站稳下轨；二、站稳中轨；三、站稳上轨。根据历史数据，站稳下轨是最简单的，分歧在于站稳中轨和上轨。因为当小周期到中轨或上轨，往往也是大周期的中轨，所以这里要注意，如果小周期中轨和大周期中轨重合，那么这里就是第一个阻力位。小周期上轨和大周期中轨重合也是一样，就像利弗莫尔所说，价格总是跟住最小阻力位移动。那么当价格到这里，就可以看出市场真实的方向和强度。强度够了，就会直接站上大小周期合并阻力位，强度不够则沿住阻力位开始下跌。回踩强度也是同理，只是变成了看大周期中轨和小周期中轨或下轨的强度。在这里则注意第一支撑位，价格会反映支撑位的真实强度，在强度不够时离场即可。对于卖点，我要补充一个很好用的特殊技巧，虽然我没把它做成讯号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很多品种的多头趋势是很强烈的，但是并不是没有机会，正是因为强烈，所以结束往往会反复筑顶，构造双重顶或三重顶。所以最好的位置是在大周期经过一波上涨以后上轨收口，小周期再次到达上轨却不突破的时候，就是极好的位置。此时可以在小周期上轨偏上设置止损，然后根据强度来拿下行情。讲完强度判断，接下来说说大小周期的核心参数。如果你使用其他交易软体，也可以参考下列参数来制作双重布林通道策略。此策略有大小两个周期。小周期的参数的长度参数是12，标准差参数是 1.8 打。开布林通道并如下设置，你就得到了小周期的布林通道。接下来是大周期，再次打开一个布林通道，把预设长度改为50，标准差改为 2.2。设定完成，你就获得了一个大小周期叠加的布林通道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由的修改参数，透过修改小周期来更好的抓住短线行情，或修改大周期来更好的抓住空间。只是注意小周期长度一定要和大周期拉开，不然意义不大。具体你可以反复测试，来保证大周期贴合跟随品种的大多数区间。我设定的这个参数是专为加密货币和美股而制定的。好了，指标的基础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分享我自己的使用的7点心得。耐心听完，从而帮助你了解未来使用该体系时可能遇到哪些问题。一，在使用的过程，我通常都会开启预警。周期是1小时、2小时、4小时、1天这4个周期。不喜欢用较小的周期，容易讯号过于频繁。更大的周期太难遇到，没太多意义。二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我喜欢大周期布林通道开口状态，即上轨和下轨之间的距离较远，同时又不是明显的上下轨开口，这样的讯号确认性较强。因为开口状态不管是跌到下轨还是涨到上轨，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空间，行情运作的较为充分，较容易反转。三，当大周期到下轨后，只用看小周期重新站上下轨的机会，同时沿住下轨偏下一点设定止损即可。只要下轨是收口然后慢慢往上运行的状态，也可以在下轨设定停损，跟住下轨不断移动往上，直到打掉，从而尽可能的吃完整段行情。一旦入场后发现大周期继续是开口状态，就要果断离场。例如高位开空，一旦 K 线再次攻上大周期上轨，就必须停损。或低位开多，一旦 K 线再次跌到大周期下轨之下，一样要果断止损。当然这是停损，和前面说的一样，很多时候会回踩小周期的中轨，不要贪心，在反弹前或 K 线反包前离场都是较为合适的。四，大周期和小周期叠使用，其实就是看长做短，你也可以理解为看大周期来确认趋势或大的支撑阻力位，然后在此基础上透过小周期来确认最佳买卖点位。所以和布林通道一样，大周期中轨往下的时候多注意小周期的空头机会，大周期中轨往上的时候多注意小周期的多头机会，大周期上轨开口则注意主升行情的强度，大周期下轨开口则注意主跌行情的强度。五，我讲过很多布林通道的用法，但是很多人用的迷迷糊糊。使用布林通道，一定要牢记布林带的核心，那就是支撑阻力。
这时布林通道最大的亮点，趋势很多人都能看得差不多，关键是位置把握不好，所以才要使用布林通道。在你确认要上涨的时候，支撑位开多谋求最佳盈亏比；在你确认要下跌的时候，阻力位开空等待行情回落。如果你确认要涨，但是支撑位没有撑住，那么反思你的趋势判断是否正确，同时等待下一级支撑。例如在上涨阶段，布林通道中轨通常可以支撑得住，你可以在中轨之下一点设定止损，如果没有撑住，则等待下轨支撑，在下轨之下一点止损。如果下轨开口，则不再尝试，很有可能在当前周期你的判断是错误的，这样事物可以用最小的停损换来最大的损益比，这就是布林通道的核心。6. 关于该策略是否需要结合其他指标来提高胜率或共振，我自己的话通常是看3个指标左右，少了2个，不确定了4个。看多个指标共振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确认性，这样是可以提高胜率，但是机会会减少。如果你是做小周期或日内，其实多个指标的意义不是很大。当然，如果加上简单直接的指标的话，我会选择 RSI 相对强弱指标，你可以用我写的大帅 RSI 体系会更加好用。目前的判断当前的区间，当超跌区间加布林通道支撑往往更有效，或超涨区间加布林通道阻力确认性较高。7.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观点，那就是交易是学不会的，就是所谓的道可悟而不可学。其实我也是认同该观点的，因为一个交易体系从研究到实战到优化最后成型，我是经过很多交易才来的，所以当我使用它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种确信，我知道它停损多少，盈亏比多少，所以我不会担心1、2次的失败，也能坚定的按照模式去执行我的交易。就如同现在有一条河流，我在里面打下了木桩，我走着这木桩十分踏实，因为每一根木头都是我亲自打的。而如果别人踩着木桩渡河，就会很担心木桩稳不稳固，从而没我这么自信从容，反而容易出错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在使用该策略之前，花点时间观察该策略的情况，或在纸笔上做模拟尝试，也可以结合自己的方法，直到你觉得心里有底了，再慢慢小部位尝试，边尝试边研究。当然也欢迎在影片下方提出你遇到的问题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掌握该策略。本期内容就讲到这，一遍看完就搞懂估计不太可能，如果不懂建议跟住目录反复观看，如果还有相关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也欢迎观看大帅的其他视频，或者使用大帅自制的 TradingView 指标，相信一定会帮助到你。最后记得检查是否订阅了大帅的频道。